很多朋友啊，学外语的时候估计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书上的单词吧，看着都认识，语法好像也懂了，但是，真要听外国人说话，或者看个没字母的剧，一下子就，哎呀，懵了，感觉耳朵里就是一团声音，嗡嗡的，好像啥也没抓住。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明明学了挺久，怎么一到听力这儿就卡壳了呢？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这个事儿，看看听了却听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参考了一些关于外语听力障碍的分析，主要目的就是想帮你啊弄清楚问题在哪儿，然后找到点靠谱的方法，让你以后听的时候能抓住重点，而不是被信息淹没。对，你说的这个挫败感真的是太普遍了，几乎每个学外语的人都经历过。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自己耳朵不行啊？但其实吧，这听懂它可不仅仅是耳朵接收到声音那么简单，它是个特复杂的过程。大脑要识别声音，要推断意思，还要结合那个语境去理解。所以很多人可能对听懂这事儿本身就有点误解。哦，有道理。那要不咱们就先从这个最根本的误解聊起，到底什么才算是真正听懂了？是不是很多人把标准定的太高了，或者说定偏了？哎，很有可能。最常见的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听懂就必须得听清楚每一个字。但你想想，咱们听中文的时候是这样的吗？也不是啊。我们的大脑其实天生就更关注那个意思，那个整体的意图，而不是像个录音机一样把每个音节都录下来。没错，没错。而且母语者说话那个自然的连读、吞音、弱读，还有那个语调变化，简直太普遍了。如果学的人就死磕着，我必须听清每一个字，那注意力很容易就被这些小细节给带跑了，反而跟不上人家说话的那个信息流。就是这个道理。比如咱们说中文，你吃了吗？熟人之间可能很快就说成吃了哈，关系再近点可能就是一个语气的吃啦就过去了。你要是脑子里只有课本上那个你吃了吗的标准版，听到这种自然的说法，大脑就得反应一下，哦，这是那个意思，可能就0点几秒吧，但人家下一句话已经说出来了。所以你看，抓意思、抓重点比抠字眼重要的多。大脑需要快速理解，不是逐字翻译。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抓住那个意思，而不是听清每个字。那这就带出下个问题了。我们平时练听力用的那些材料，它能帮我们练这个抓意思的能力吗？感觉好多教材录音都太标准、太干净了。对，这就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很多学习者长时间接触的都是那种教学用的听力材料，这些材料吧，为了让你听懂，经常是语速放慢了，发音特别清晰，背景也没什么杂音。这在刚开始学的时候肯定有用，但问题是，它跟真实世界里人说话那个有点脱节。哦，脱节了。那这种脱节后果是什么呢？是不是一到真实环境里就觉得，哇，这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完全跟不上？对，就是这样。后果就是，当你真需要跟人交流的时候，听到人家正常的语速，各种不同的口音，还有背景噪音，加上自然的那些连读啊、省略啊什么的，你的大脑就处理不过来了，因为他没练过处理这种复杂信号。就好比一个人天天只听那个特别字正腔圆的播音腔，然后你突然把他扔到菜市场，听大家扯着嗓子南腔北调地拍俗聊天，他肯定懵了，觉得这说的是我学的那门语言吗？哈哈，这个比喻挺形象的，就是从无菌室到了热带雨林。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得多听点真实的，比如电影啊、播客啊，或者生活类的视频？不过，是不是随便找点真实材料听就行了？还是说听这些野生材料也得讲究点方法？对，主动去接触真实语境，这个是必须的。
但确实也需要点策略，不是说一上来就非得听懂那个最难的原版新闻或者特专业的访谈，而是要有意识的一步一步来。可以先从跟你水平差不多的，或者你特别感兴趣的内容开始，比如有些生活类的 vlog， 节奏没那么快的，或者动画片儿、情景喜剧什么的。关键是让耳朵慢慢习惯真实说话的那个速度、那个韵律，还有各种语音变化，就是要扩大你听力输入的那个带宽和兼容性。老听一种特别标准的声音，耳朵的适应能力肯定不行。明白了。所以音输入的材料得真实，还得多样化。不过，就算材料对了，好像有时候是我们大脑自己处理不过来，是吧？我听说好多人听的时候，脑子里还在那儿默默的翻译呢。对，这就是另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很多学习者他缺的是那种快速听力反应的训练，尤其是在大脑内部怎么处理信息这块儿。最常见的卡壳点就是不自觉的在那儿进行外语翻成母语这个动作。听到一句外语，大脑下意识的先把它变成中文，理解了中文意思，然后再想下一步。这个翻译步骤啊，特别占脑子，就是你说的那个认知负荷，而且严重拖慢了反应速度。认识负荷，对，这个词儿很关键。所以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听到外语，大脑刷一下就懂了，直接跳过中文这个中转站。比如听到人家问 Where are you going today？ 脑子里直接就想到去哪儿、地点这些概念，而不是先翻成你今天要去哪里，再理解。正是如此，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可以说是概念听力或者意义听力。它要求你的大脑能直接把外语的声音信号跟它代表的意思、概念，甚至是图像、情感直接联系起来。这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那个叫自动处理 automaticity， 就像咱们听中文根本不用想语法，也不用翻译，意思自己就出来了。那这种自动处理的能力是能有意识的打开或者关上的吗？还是说只能靠大量练习让它自己慢慢形成？更多是后者，它不是一个开关，说你想开就开，它是通过持续的、大量的、有效的练习，在你脑子里建立起一个特别稳固的声音到意义的直接通路。这个没有捷径，必须得刻意去练。说到练习，那就又回到咱们常说的另一个点了，学习方法。很多人觉得自己明明花了很多时间在听上面啊，为什么进步还是那么慢？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无效努力？比如说特流行的那个磨耳朵，就是把外语节目当背景音乐放着，这种做法真的有用吗？这问题问得特别好，而且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误区。很多人做的那个所谓的听力练习，其实大部分是被动听力。就像你说的，一边干别的，做饭呐、工作呀，甚至睡觉，都开着外语广播或者视频当背景音。他们觉得这样能熏陶语感，就是磨耳朵。但问题是，如果你的注意力根本没在听的内容上，你的大脑其实没在主动处理这些信息，声音就这么流过去了，根本没被吸收，也没内化。这种假性接触，你时间再长，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关键还得是主动去听，不能光让他想着。那具体怎么才能做到主动呢？对，主动参与是核心。跟那种没什么效果的泛听比起来，有策略的进行精听，还有各种主动听力练习，效率要高得多得多。可以试试分几个步骤来做。第一步，选一小段合适的材料，别太长，1到3分钟的对话或者独白就行。刚开始可以稍微调慢点速度，对着那个文本或者字幕听。
目的是啥呢？就是彻底搞懂内容，把生词啊、难点呐都扫清。第二步，等你完全理解了内容，就用正常速度反复听。这次关键是不看任何提示，目标就是练你的大脑，让它能跟上自然语速，抓住关键信息和那些语音细节。第三步呢，可以做跟读模仿练习，就是我们常说的 shadowing， 引子跟读。试着跟在那个原声后面一点点，像个引子一样，模仿人家的发音、语调、节奏，尽量同步。这个练习啊，不光练你耳朵的辨析能力，也同时让你的嘴巴动起来了，把听和说联系得更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挺好的方法，就是听写 transcription， 就是把听到的一小段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写下来。这个过程会逼着你特别仔细的去辨别每一个声音。对于你想攻克某些特定的发音难点，或者像连读、弱读这些现象，特别有帮助。这些练习都需要你高度集中注意力，是真正的主动练习。听写这个，听出来是挺硬核的，但确实能逼着人去抠细节。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自己试过，当你努力去模仿，尤其是那个 shadowing 练多了，模仿的比较像了以后，你再回头去听类似的话，好像真的就更容易懂了。是不是因为我的耳朵和嘴巴对这种声音模式更熟悉了？完全正确，听和说它就不分家。当你能更正确地发出某种声音，模仿某种语调和节奏的时候，你的大脑反过来对这种声音模式的识别能力和敏感度自然也就提高了。这是互相复制的。好的。那我们聊了材料的选择、大脑的处理方式，还有主动练习的方法，但好像还有一个特别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连组成句子的那些基本零件、单词啊、短语啊都不认识，那前面这些技巧是不是也用不上啊？听不懂，可能真不是你听力技巧不行，也不是反应慢，就是单纯因为碰到的生词，你不熟的短语或者句型太多了，你不可能理解你从来没见过、脑子里完全没概念的东西，对吧？这倒是实话，硬道理。像盖房子，砖头瓦块不够，设计图再好也白搭。要是词汇量太少，或者只认识书本上那些看着挺高级的词，但不熟口语里那些特灵活常用的小词儿和短语，那就算听清了发音，也拼不成意思啊。是的，而且尤其要注意，这儿说的词汇量不光是你知道这个词怎么拼，大概什么意思，更重要的是你得熟悉它在口语里是怎么用的，怎么搭配的。还有一些出现频率特别高的固定表达和那些话语标记 discourse markers， 比如中文里常说的那个就是说其实呢我觉得吧，那倒是可不是嘛，这些它们本身可能没啥实在意思，但在对话里能帮你连接思路，表示转折、强调，或者就是填补一下思考的停顿。你对这些越熟，就越能跟上说话人的节奏和思路。得区分开你只是看着认识的阅读词汇，和你能真正用到听说里的激活词汇。明白了。看来这提高听力真是一个系统工程，技巧重要，基础也得跟上，得两手抓才行。那综合来看，要想真正做到听懂，有没有一些就是贯穿始终的核心策略，或者说心法？我觉得有3个核心策略可以帮你更有效地提升听力，达到真正的听懂。第一个叫做少而精的听 ，listen deeply， 就是说，与其追求听得多，不如选一小段你觉得有价值、难度也合适的材料，然后呢，像解剖麻雀一样反复听。听个10几遍、20遍，甚至更多。每次听可以有不同的重点，比如第1遍听个大概意思，第2遍抓细节，
第3遍注意一下连读弱读，第4遍感受一下语调情感，一直听到你觉得哎，这段声音我了如指掌了。这种深度钻研的效果比你蜻蜓点水的听一大堆材料要好得多。第2个呢是听说结合 listen and speak， 别把听和说完全分开，要积极用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跟读模仿 shadowing， 还有朗读练习。当你主动用嘴巴去模仿、去塑造那些声音的时候，你的耳朵反过来会对这些声音更敏感。这就像学乐器，你光听老师弹，自己不动手练是永远学不会的，听力也是一个道理。第3个呢是置身语境 contextualize， 就是听的时候要调动你的想象力，努力去构建那个声音所描述的场景、画面、人物还有情绪。比如你听到一段在餐厅里的对话，你就试着想象一下那个餐厅什么样，大家在点什么菜，那个气氛如何。当声音信息跟你脑子里生动的场景、情感连接起来的时候，你的理解会更深，记得也会更牢。大脑就喜欢这种有联系、有意义的信息，不喜欢孤零零的声音碎片。这3个策略，深度钻研、听说联动、情境带入，听起来都特别强调质而不是量。我再补充一个吧，可能更适合刚起步的朋友，就是尽量从你熟悉或者你感兴趣的主题开始听。比如你是个球迷，那你就去找体育方面的东西听。你喜欢做饭，去看美食节目或者博主的视频。我记得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也傻乎乎的去听什么严肃的新闻评论，结果备受打击。后来转去看一些简单的生活记录 vlog， 感觉就好多了。从自己有背景知识、有热情的内容入手，能降低那个认知负担，更容易建立自信，也更容易把刚才说的那些策略用起来。等基础打牢了，再慢慢去挑战更难的领域。好了，咱们今天围绕这个为什么听不懂外语的话题聊了不少，从对听懂的误解到听力材料、大脑处理、学习方法，再到词汇基础和核心策略。总的来说，感觉听不懂这个锅确实不能全让耳朵背，更多时候还是我们的训练方法、大脑的反应模式，还有那个语言基础没跟上。确实是这样。听力理解它不是一种被动的能力，你坐在那儿等着声音进来就行。它是一项需要你主动去构建、有策略地去培养的技能。它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都是从易到难，从慢到快，从清晰到自然，从分解到整合，从被动听到主动互动。你花了多少小时去听，当然也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你在这些时间里是不是用了对的方法，跟那个声音进行了有效的互动？你有没有去辨析它、模仿它、理解它在具体场景里的意思？只有这样，听力才能慢慢的从一个让你头疼的事儿，变成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这次我们确实深入聊聊听力难点背后的原因和一些解决方法，希望能帮你理清一些思路。最后也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琢磨琢磨。咱们今天聊了很多语言技巧和练习本身，那如果我们把听力练习和那个语言背后的文化做更深的结合呢？比如在听的同时，也去了解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呢、思维方式他们关心什么？你觉得这种文化层面的理解，会不会反过来极大的促进我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尤其是听懂那些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弦外之音。这也许是咱们下次可以再深入聊聊的话题。